你是否每天提醒自己要多喝水？是不是相信每日一杯新鲜蔬果汁有益健康？又或者热衷高蛋白饮食来健身增肌？这些看起来很养生的做法，如果方式不对，对象不对，结果可能会大大颠覆你的想象。举例来说，一位每天喝足2公升水的年轻人却痛到冒冷汗，被查出肾脏里长了结石。一名爱喝蔬果汁的民众以为远离了含糖手摇饮料就万事大吉，没想到因此养出严重脂肪肝，最后确诊肝癌。还有追捧高蛋白饮食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肾脏不堪负荷。为什么养生反而变伤身？今天就让我们一一拆解这些隐藏的健康陷阱，看清其中的真相。首先来说，喝水。每天喝足2公升水是许多人笃信的保健秘诀。然而，有个35岁的上班族，明明天天至少喝下2公升白开水，却突然在近期出现剧烈的腰痛，痛到冒冷汗，无法站立，不得不紧急送医。检查结果令人意外，他的右肾里居然长出一颗5毫米大的肾结石。这名年轻人百思不解，自己天天都喝这么多水，为什么还会得肾结石呢？一般不是都说多喝水就不会长结石吗？其实有喝水就不会得结石，只说对了一半而已。临床观察发现，超过70%的肾结石患者每天的喝水量并不少，但依然无法有效预防结石形成。关键就在于喝水的方式比单单计算总量更重要。我们知道肾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透过制造尿液来排出体内多余的钙、草酸、尿酸等容易形成结晶的物质。如果水分摄取不足，尿液浓度会升高，这些矿物质更容易在肾脏内彼此结晶沉淀，日积月累就形成了结石。所以预防结石，保持充足水分当然很重要，但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一次性大量灌水。如果短时间内一口气喝下太多水，会发生什么事？肾脏来不及利用这些水分，就会迅速把多余的水排出体外。也就是说，尿液虽然在你暴饮的那一刻被大量水分稀释了，但很快身体就把过量水分全排掉。接下来大半时间里，尿液又回到浓浓的状态，矿物质一样有机会在肾脏累积成结石。人体在20分钟内最多大约只能吸收200毫升水。假如你一次猛灌下500甚至1000毫升水，超出吸收上限的那部分几乎立刻就被当废水排掉了，根本来不及进入细胞发挥作用，更谈不上长时间稀释尿液。难怪那位年轻人天天抱着大水瓶狂灌，最后却仍然逃不过结石的折磨。那么究竟怎么喝水才能真正保护肾脏，预防结石呢？专业医师提出了4个重点诀窍可以参考。第一，小口慢喝，少量多次，水要喝得均匀，别等到又渴又干才猛灌一大瓶，要养成随时补水的习惯。一般人每日所需的水量可以用体重来粗略估计，每公斤体重需要大约30毫升水分。比方说50公斤的人一天至少应该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如果你经常运动流汗或长时间处在干燥的冷气房环境，建议提高到每公斤体重40毫升。这个总量要平均分配在一天中，而不是集中在几个时段一次灌下。最好每30-40分钟就喝上几口，大约200到300毫升，水瓶半瓶左右，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喝，让肾脏随时都有水可以用来代谢废物，不让尿液长时间过度浓缩。第二，不要等口渴才喝水，也不要一次猛灌。当你感到口渴时，其实身体已经缺水2-3个小时了，这时候你的尿液处于高度浓缩状态，肾脏的负担已经变大。如果这时才狂灌大量的水，身体也无法有效利用。前面提到，人体20分钟内大约最多吸收200毫升水，一次喝太多，肾脏一下子处理不来，多余的水很快就全排出体外。结果就是你虽然喝了足够的量，却因为喝得太急太猛而没能真正被身体吸收利用。正确的做法是未渴先饮，还没口渴就定时主动喝水，而且每次别喝过量，可以准备一个小水瓶随身带着，例如容量350毫升左右的小瓶子，每隔半小时到1小时喝完一瓶。不要等喉咙干如沙漠才想起补水，也不要懒一整天，临睡前才灌下好几杯，这样才能让水分稳定的进入体循环。
发挥滋润各器官和稀释尿液的功效。第三，观察自己的排尿频率。排尿次数其实是判断你水喝的够不够的简单指标。正常成人每天大概要上4到7次厕所，小便间隔大约2-3个小时一次，表示肾脏滤出足够尿液，身体水分摄取是足够且适量的。如果一天只尿个2-3次甚至更少，那就很可能代表你喝水不足，身体长时间处在缺水状态，尿液太浓，肾结石形成的风险就大大增加。反之，如果频繁跑厕所超过10几次，也可能是喝太多水或身体有其他代谢问题。总之，适当的排尿频率说明你的喝水量比较恰当。如果发现自己一整天忙下来几乎没跑过厕所，那就该警惕，需要主动多喝水了。透过观察尿液颜色也能辅助判断，淡黄色透明的尿液较为理想，颜色太深甚至像浓茶就表示该多补水了。第四，咖啡、茶、含糖饮料不等于水。很多人会把平日喝的手摇饮、咖啡、茶当作水分摄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这些都不能替代白开水。含咖啡因的饮料，例如咖啡、红茶、绿茶，有利尿作用，而且咖啡因和糖分的代谢会影响体内矿物质平衡，可能让尿液中的钙浓度升高，间接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含糖饮料，不管是奶茶还是果汁，则会带来额外热量和代谢负担，也不能算作补水。一般建议每喝一杯含咖啡因或高糖的饮料之后，应额外补充约300毫升的白开水，来平衡水分流失，并帮助肾脏代谢掉多余的物质。最理想的还是以白开水为主要饮品，其他饮料只能偶尔解解馋。一旦你摄入了那些饮料，更要记得多喝水来还债。由此可见，喝水不只是喝够量而已，还要喝得对。每天2公升水的建议，并非让你一口气牛饮，而是要你养成定时定量补水的习惯。只有均匀地把水分喝进身体里，才能真正长期稀释尿液，预防肾结石，保护肾脏健康。千万别拿着大水杯猛灌，却忽略了方法，否则努力白费不说，还可能因此踏入养生误区。正确饮水的4个诀窍再强调一下：小口慢喝，莫待口渴，定时排尿，咖啡茶水额外补，这样才能把多喝水的好处真正落实到身体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原本以为很健康却大出意料的案例，蔬果汁。许多人喜欢每天来一杯综合蔬果汁，觉得既能补充维生素纤维，又有排毒养颜的效果，听起来相当健康，对吧？可是有一位40多岁的先生，因为天天把果汁当水喝，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肝脏养成了肥肝，甚至演变出了肝癌。这名40多岁的业务经理平时生活作息不算差，体型中等，也没有肥胖困扰，更没有 B 型或 C 型肝炎等病史。然而某天他突然出现右上腹剧烈疼痛，伴随高烧不退，不得到医院急诊就医。医生安排他做了腹部断层扫描，惊讶地发现他的肝脏左叶长出一颗直径约3公分的肿瘤。在没有肝炎病史的情况下，中年男子肝脏长肿瘤，多半就是肝癌无疑。于是医疗团队立刻替他进行手术，切除肿瘤。更让医护人员疑惑的是，这名患者没有肝炎病毒，没有酗酒习惯，平时也不算胖，家族中也没有人患肝病或遗传高血脂。照理说，他并不属于典型的肝癌高风险族群。那肿瘤究竟从何而来？直到开刀时，医生看到他的肝脏外观，才恍然大悟。患者的肝脏颜色惨白，质地松软，几乎有一半组织都被脂肪占据。医生形容，简直就像一颗肥大的鹅肝。也就是说，他的肝脏已经有极为严重的脂肪肝。病理化验结果证实，取出的肿瘤正是由脂肪肝恶化而来的肝细胞癌。原来这名男子平日非常热衷喝果汁，每天总要来好几大杯新鲜现打的果汁。他自以为这是天然又健康的生活习惯，不料却埋下了肝病的祸根。吃水果和喝果汁对身体的影响可是天差地别啊！当我们直接吃下一整颗水果时，果肉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水分会带来明显的饱足感，通常吃个2-3颗肚子就撑了，不容易过量。然而一杯看似健康的纯水果汁，往往要用好几颗水果榨成，而且很多人榨汁时还会滤掉果渣，结果呢，
一杯果汁里包含了多颗水果的糖分，却没有纤维去减缓糖分的吸收，你等于在很短时间内灌进大量高浓度的果糖。那位先生每天咕噜咕噜喝果汁，其实就是在让肝脏不断处理超量的果糖。医师直言，这么大量的果糖日积月累进入体内，肝脏不变成脂肪肝也难。多余的果糖在肝细胞内被转化成三酸甘油酯，也就是脂肪一点点地堆积，久而久之，肝细胞被油包围，肝脏就变得肥胖又脆弱。更棘手的是，脂肪肝本身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不会痛，不会痒，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肝脏早已变成了鹅肝，一直到某天脂肪过多引发肝发炎，脂肪性肝炎甚至长出肿瘤，才突然察觉为时已晚。医生提醒我们，传统上肝癌常见的演变路径是先有肝炎病毒，或长期酗酒肝炎反复发作肝硬化，最后肝硬化结节中长出癌细胞。但脂肪肝这种沉默的疾病，可能不经肝硬化就直接诱发肝癌。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没有病毒性肝炎，不喝酒，体型也不胖，如果常年维持不良的饮食习惯，高糖分、高热量、缺乏运动，一样可能在中年时因脂肪肝而罹患肝癌。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医学界观察到脂肪肝患者逐年增加，脂肪肝相关的肝癌案例也越来越多。有人甚至预测，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内，非酒精性脂肪肝将会成为肝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我们正迎来一个胖肝惹祸的时代。根据调查，目前约有30%的台湾成年人罹患不同程度的脂肪肝，粗略估计全台可能有超过600万人有脂肪肝问题。这样庞大的病患族群，无疑是一枚隐形的计时炸弹。现代人谈养生，千万不能忽视脂肪肝带来的健康危机。那么问题来了，这位先生不喝酒也不乱吃油腻，脂肪肝怎么会严重到诱发癌症呢？答案正是他每天那几大杯看似健康的果汁。一般人提到会伤肝的饮料，第一反应多半是酒精饮料或高糖分的手摇饮料，比如珍珠奶茶、可乐等等。大家可能没想到，纯果汁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变成肝脏的杀手。果糖是一种很特殊的糖，在人体内主要由肝脏代谢。当肝脏一下子接收到大量果糖时，会加班加点把它转化为肝糖或脂肪储存起来。长期大量的果糖负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肝脏积聚脂肪，形成脂肪肝。同样地，酒精以及一般含糖饮料里的高果糖糖浆，作用机理也是类似，都会促使肝脏制造过多的三酸甘油酯，最后沉积在肝细胞中。有人或许会问，市售饮料如果用蔗糖替代高果糖糖浆，会不会好一点？老实说，糖就是糖，不管果糖、蔗糖摄取过量了都会出问题，不是变成脂肪肝，就是让血糖飙高，导致胰岛素阻抗。对肝脏而言，果糖的杀伤力尤其强，因为几乎只有肝脏替你扛下了代谢果糖的重担。也因此，如果我们把果汁当水猛灌，相当于每天都在灌鹅肝。鹅肝是怎么来的？养鹅的人每天用漏斗往鹅胃里狂灌玉米糊，硬生生把鹅的肝脏塞满脂肪，所以才会肥厚好吃。但我们可不希望自己的肝脏也被养成鹅肝啊。然而，天天大杯喝果汁，效果其实和甜鹅差不多。肝脏日复一日被果糖淹没，油脂在肝细胞越囤越多，终有一天不堪重负。这位先生就是前车之鉴。当他的肝脏变成脂肪仓库后，哪怕人看起来不胖，一样可能出大事。脂肪在肝细胞积聚久了，容易引发慢性发炎，称作脂肪性肝炎。肝脏发炎纤维化到一定程度，有的人会出现肝硬化，有的人甚至直接长出恶性肿瘤。这整个过程可能潜伏10几20年，一发现往往就是晚期。因此，脂肪肝被称为沉默的隐形杀手，一点也不为过。许多人每年健检收到报告，写着脂肪肝，却不以为意，觉得自己不痛不痒没关系。可是，一旦这颗未爆弹引爆，后果将相当严重。幸运的是，脂肪肝在早期还是可逆的，重点就在于改善日常饮食和生活方式。目前没有任何特效药能治愈脂肪肝，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靠自己逆转它。医生和营养师一致建议，要远离脂肪肝，饮食上一定要节制糖分和热量的摄取，少喝含糖饮料，
包含手摇饮和果汁在内，都要严格控制频率。含酒精的饮品也要节制，因为酒精和糖一样会让肝脏囤积脂肪。同时，均衡饮食，多吃对肝脏有益的天然食物，例如多摄取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杂粮，有饱足感又能调节肠道菌丛，帮助降低肝脏的脂肪合成。多吃各种深色蔬菜和高抗氧化的水果，提供对抗自由基和发炎的植化素。当然，水果还是要整颗吃，适量就好。还可以适度摄取富含优质油脂的食物，例如鱼类，如鲑鱼、青鱼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减少肝脏发炎。坚果和种子也提供有益的脂肪和微量元素。除了饮食，规律运动也是逆转脂肪肝的关键。透过运动燃烧多余脂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能有效减少肝脏脂肪的累积。控制体重尤其重要，把腰围和体脂降下来，脂肪肝才有机会逐渐改善。总而言之，预防和对抗脂肪肝没有奇招，就是回归健康生活习惯本身。千万不要以为喝果汁这种表面健康的举动就保你无忧，一不小心反而可能养生变伤身。与其每天喝大量果汁，倒不如每天吃几份新鲜水果蔬菜来得安全。至少吃水果时纤维摄取足够，不会让你一次吃进过多的糖分。下次再拿起大杯果菜汁时，记得想一想这一杯里面有多少糖，我的肝脏会不会很无奈？凡事过犹不及，一杯蔬果汁的养分或许不如想象中那么单纯无害。善待我们沉默工作的肝脏，就要从管住自己的嘴开始，不要让自以为的养生好习惯最终伤了自己的肝。说完了水和肝脏，我们再来谈谈肾脏和高蛋白饮食。这几年高蛋白可是在健康圈红极一时的词汇，许多健身爱好者每天练完重量就来一杯蛋白粉补充，生怕蛋白质不够长不出肌肉。同时，一些减重饮食法如生酮饮食、阿金减肥法等也强调摄取高蛋白、高脂肪，严格限制糖类，以其快速燃烧脂肪。在这样的趋势下，多吃蛋白质对身体好几乎成了流行观念。然而，蛋白质吃越多真的越健康吗？我们的肾脏可不这么想。许多人或许听过亲友长辈的劝告，蛋白质别吃太多，小心肾脏坏掉，要洗肾。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要视情况而定。高蛋白饮食对有些人比较安全，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慢性自杀式的负担。关键就在于肾脏本身的状态。肾脏是帮助我们排泄含氮废物、蛋白质代谢产物的主要器官。吃进去的蛋白质最终会代谢成尿素、肌酸酐等，由肾脏过滤排出。如果一个人的肾脏功能良好，多余的蛋白代谢废物可以顺利排掉，短期内看不出坏处。但如果肾脏功能已经受损，甚至处于透支边缘，再额外增加大量蛋白质负荷，等于是让辛苦工作的肾脏雪上加霜，加速它走向衰竭。先来看健康人的情况。对于肾功能正常而且有规律运动的人来说，适度提高蛋白质摄取通常不会伤肾。科学研究显示，当健康成年人配合力量训练时，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取约 2.5 克，甚至接近3克蛋白质，都未见对肾功能或肝脏、血脂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换算一下，以一位60公斤重的健康男性为例，每天吃上150克到180克蛋白质，约等于3至4块鸡胸肉外加2颗蛋的总量，短期内肾脏可以承受得住。不仅如此，高蛋白饮食往往让人比较有饱足感，也有助于保护瘦体重，对减脂增肌的确有其效果。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蛋白质，对大多数身强体壮的人而言，多吃蛋白质配合运动可能让你更壮更结实，肾脏也完全可以胜任这些额外的工作。至少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健康人因为吃蛋白质多一点就增加肾病风险。但是现在请划重点，并非人人都适合高蛋白饮食。对肾功能不佳或已有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过量的蛋白质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临床毒物权威严宗海医师就提醒过，肾功能不好或已经有肾病的人要特别当心高蛋白饮食，因为蛋白质在体内最终会变成含氮废物，需要靠肾脏的过滤器排出。如果一下子吃进太多蛋白质，
肾小球、肾脏的过滤单位就得加班工作，呈现一种超负荷过滤的状态。短时间内肾脏或许能咬牙撑住，但长期下来，这种过度运转会使本就有伤的肾单位迅速坏死，肾功能恶化的速度大大加快。这种现象就好比一台老旧的引擎被迫日夜以高转速运转，磨损会极其严重，报废时间大幅提前。对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蛋白质摄取愈多，肾脏的残存功能就愈容易被拖垮，可能更早进入尿毒症末期，不得不透过洗肾为生。医生因此强调，已经有肾衰竭风险的人，反而要控制蛋白质摄取，采取低蛋白饮食来减轻肾脏负担。一般建议慢性肾病患者每日蛋白质摄取量降到每公斤体重 0.6 克以下，也就是说不能大鱼大肉，每餐肉类分量都必须缩减。很多人以为身体虚弱时要狂补鱼肉蛋奶，但对肾不好的人来说，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只会让虚弱的肾脏更早倒下。或许有人会想，我又没洗肾，怎知道自己肾功能好不好？其实慢性肾脏病在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许多高危险族群需要特别留意，像是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长期血糖血压控制不佳，肾脏滤网往往早早受损却不自知，又或者痛风患者长期吃止痛药的人，也可能存在肾脏机能下降的隐忧。如果属于这些族群，千万不要盲目追随高蛋白饮食的潮流，在没有厘清自己肾脏状态的情况下拼命猛补蛋白，结果可能真的让肾脏不堪重负。前阵子就有新闻报道，一位28岁的年轻女子为了瘦身和增加肌肉线条，天天健身完狂灌高蛋白粉，短时间内摄取了远超过建议量的蛋白质。几个月下来，她不但没变成女健美冠军，反而开始出现恶心、疲倦、乏力、小便起泡等异常状况。到医院一查，肾指数严重异常，显示急性肾损伤。医生追问她的生活作息，发现唯一的肇因就是她过度摄入蛋白质，推测她本身可能有轻度肾脏缺陷或遗传体质，再加上高蛋白饮食期间疏于补水，导致肾脏无法承受这么多代谢负荷，终于亮起红灯。所幸及时停药并治疗后，肾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但这事件给年轻人们狠狠敲了一记警钟。原来滥补高蛋白不仅无益，还可能危及健康，而且受害者不一定是老年人，年轻人一样可能踩雷。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高蛋白饮食除了会使肾衰竭患者雪上加霜之外，对肾结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高蛋白，特别是高动物性蛋白，饮食会使尿液中的钙、草酸和尿酸含量增加，并使尿液偏酸，这些变化都容易促进结石的形成。如果一个人执行高蛋白饮食却没有充分喝水，那肾结石找上门的几率可是大大提高。我们前面提到预防结石要多喝水，而高蛋白饮食者更需要确保水分充足，不让结石有机可乘。可见养生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环节都得拿捏恰当，不能厚此薄彼。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高蛋白饮食并非万灵丹，一定要考量个人情况。对一般健康且爱好运动的人，高蛋白饮食可以是强健体魄的好伙伴，但也不能无止境地多多益善。一旦蛋白质摄入远超出身体所需，过剩的部分不是被当热量烧掉，就是变成含氮废物交给肾脏处理，徒增负担而已。我们吃东西要讲求营养均衡，各种宏量营养素、糖、脂肪、蛋白质都需要，但不代表越多越好。蛋白质吃过量可能带来潜在风险，包括肝肾代谢负荷增加、血脂和血尿素氮升高等。即便对于健身人士，超出身体合成能力的蛋白也不会转化成额外肌肉，只会被当成热量储存起来或排出体外，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对于有肾脏病史或高风险的人，就更应该谨慎对待蛋白质摄取。在尝试高蛋白饮食之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的专业意见，检查自己的肾功能指数，确定没有异常，再按照建议的分量补充蛋白质。若已经有轻度肾损伤迹象，那就应当遵医嘱，采取低蛋白饮食，而千万别还跟着潮流，每天狂吃10颗蛋、2斤牛排，否则表面上肌肉练起来了，
暗地里肾脏却可能逐渐纤维化，功能下降，得不偿失。总而言之，高蛋白饮食要让身体变健康，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自我条件和掌握正确用量的基础上。随意效法别人的饮食秘诀，很可能适得其反。健身可以强身，但错误的补充法也可能伤身。这就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平衡法则。回顾今天提到的3个案例，喝水、果汁、高蛋白，每一个原本都和健康2字密切相关，但每一个里面都隐藏着意外的陷阱。我们从中学到一件事，养生最忌走极端，也忌盲从。水固然要喝，但喝水有喝水的科学方法。蔬果固然要吃，但过犹不及反伤身。营养固然重要，但过量反而变成了负担。正所谓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空谈，再好的养分一旦超出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都可能从良药变成毒药。我们追求健康，绝不能只看表面，道听途说，就一股脑的生搬硬套。当你听闻某种养生秘诀，例如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每天1杯果汁排毒，或者多吃某某就对身体好时，不妨停下来多问一问，这适合我的身体状况吗？有没有可能过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保持好奇心和科学的态度，是养生路上必不可少的指南针。只有方法对了，分寸拿捏准了，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健康习惯带来的益处，而不会让初衷良好的养生变成对身体的伤害。最后总结一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营养得法，方为良方。让我们用聪明而非盲目的方式对待养生，守护自己的身体健康。